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属马的朋友啊，在今年呢，我们可以说是 all in 的一年。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属马的，在这个2025乙巳年啊，将会迎来怎样的一个运势啦。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它有的吉星啊，其实是非常的多。那对比去年啊，真的是两极的一个情况。去年呢，你们属马的是有超级多的凶星，那今年呢，大部分的吉星啊都集中在你们这里，所以呢，你会感觉啊非常的不一样啦。你可以看到呢，太阳、学堂、文昌、太极贵人，还有桃花。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太阳的这个吉星啊，其实是我们的4大吉星之一啦。那这个太阳啊是非常好帮助你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吉星。那它解决的方法就是会把你的那些问题啊直接摊开来，放在太阳底下，我们叫 under the sun。所以啊，如果你过去呢有一些问题啊，是你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是你暗地里去面对的，在今年啊都会被公开，然后别人呢或者大部分你身边的人啊都会知道你有这个问题，那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呢过来帮你解决问题啦。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我们自己去面对的时候，其实会非常的辛苦，或者呢，我们需要自己暗地里或偷偷摸摸、比较秘密式的去做这个解决问题的话，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很孤单，或者呢，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其他人的帮助，也不懂要怎么去很好的解决它。那这个太阳呢，它就是有一点把你的这些挑战，把你的这些困难啊公开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呢来帮助你啦。那你自己呢，对这个问题啊的一个心态呢，也会被打开。你不会呢觉得要收藏起来，你不会呢要独自去面对。所以呢，在某一个层面来说啊，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很多事情呢，当你把它公开来谈的时候，当你公开让更多人给你协助的时候，那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就会变得不那么难，或者呢，它的难度啊已经被解决了一半，很多事情啊就这样子呢，一步一步的，很容易的就会被解开了。那这个太阳的星啊，除了可以拿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外，其实呢，它更好的一个用法是成为别人的太阳。所以呢，你如果要启动它的话，你只要帮越多人越好，你帮助越多人去解决他们生活里面的问题的话，你啊，其实呢就会不断的在启动这个太阳。因为我们帮助别人的话，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足，那从中呢，我们也会得到一些启发，或者呢新的领悟。那你就会觉得，我帮助别人，但是收获更多的好像是我自己这样子啦。那这个太阳呢，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作用。那如果你害怕或者呢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呢我们有3个都是学习的吉星来帮助你。你可以看到呢，有学堂、文昌还有太极贵人，这3个啊都是来提升你个人的聪明程度，你的学习能力。所以呢，在今年啊，属马的是最聪明的啦，他们要学什么东西呢，都会非常的容易。所以呢，如果你在生活上有什么难题的话，你可以尝试利用去学习的方式。可能呢，你可以报读一个课程，你可以呢去阅读一本书，或者看一个视频，你呢都会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啦。所以呢，不要排斥新的一些学习机会，或者遇到一些新的老师。
因为你在今年啊，这些呢都会很常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那如果你是以一种很保守、很固步自封，不想打开你的视野，你可能就会觉得你是谁啊？你凭什么来教我？或者呢，你是不是只是要来赚我一笔钱？那如果你这样子思考的话，你就失去了这个提升或者呢去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机会啦。因为这3个呢，如果你真的要去用的话，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开放或者保持空杯的一个心态啊，去学习啦。我相信大家现在呢也会对一些所谓的老师或者一些课程呢会比较敏感一点点，因为大家呢都会害怕自己呢是会被骗钱啊还是什么。那在这方面呢，的确你要懂得要怎么分辨一个老师是不是真心的，或者呢他是真的有这个实力可以教你的啦。那这个呢需要你们自己去判断啦。但是呢，在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在学习这个方面，你还是呢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说啊，你遇到一个老师可能不是那么好，或者不是那么适合你，那你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有一个印象说学习就是不对的，或者呢这些老师啊，所有老师都是来赚我钱罢了，不是要真的要教我什么东西。OK， 你只要快速的把这个人刷掉或者排除掉，那你就找下一个就可以啦。那你要相信学习是有这个力量可以改变的。OK， 那当然太极贵人呢，在我们的灵性方面也会很有帮助。所以呢，如果你想学一些玄学啊或者能量啊的东西的话，在今年呢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啦。那最后一个吉星呢是所谓的桃花，你个人的一个魅力啊也会被很好的提升啦。那这个桃花呢，我觉得是可以结合这个太阳一起来利用的。因为呢，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别人会觉得你是谁？为什么你要来帮助我？或者呢，你是不是有一些目的，或者背有什么隐藏的动机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你是太阳嘛，所以呢，你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只是想帮助人的一个心态。那属马的今年呢，你会有一种很慷慨，很想去做每日行善，所以呢，这个桃花其实可以减低别人对你的防备心。别人会觉得啊，这个人好帅啊，或者好魅力啊，他就会呢愿意接受你的一个帮助，他的那个防备心呢没有这么重。所以呢，你要帮助人的这个出发点或者你的这个过程啊，也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啊。你不会觉得我这个好意或者我要帮助人的那一个出发点都很好啊，为什么别人不接受？可能有时候呢，就是你缺了一点的魅力。那如果你真的本身是没有的话，今年也不用太担心，你有这个桃花呢，可以来帮助你提升一下啦。那别人会看你比较顺眼一点点。OK， 为什么我会觉得属马的在今年啊可以 all in 的另外一个理由，其实呢，就是因为你们的凶星啊，在今年是非常的少，今年你们只有2个。OK， 而且这2个呢，基本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啦。那首先第一个是叫晦气的，这个呢只是偶尔让你感觉比较停滞，或者呢有一点的挫败，但是呢影响不大。那第二个是天空，不是那个天空啦。OK， 这是呢你感觉好像看不到一个未来。所以呢，你会对你的前途会比较迷茫一点点的感觉。那在这样多的吉星下面啊，我会觉得这2个凶星呢的那个作用啊，其实是还好啦，它的这个影响呢不会这么大，只要呢你专注在吉星的那个方面。转眼间啊，我们就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啊。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面，又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还有机会呢？在来临的这个线上分享活动启动2025
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年有的能量组成会是如何。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八字、风水、奇门遁甲，甚至易经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创造最好的一年啦。那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去报名。那我们到时线上活动见。属马的朋友，在今年你要去正面解决所有浮现的问题。你们的这个关键字是正面，因为太阳呢是要很光明正大的，它要很直接的，它要全部非常坦诚、公开的去讨论、去解决的一个方式。那在未来的视频你会看到有另外一个吉星类似的，但是它是月亮或者太阴的一个方式，那个呢就要用比较隐晦、比较背后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问题。太阳呢是单刀直入，直接在你面前直接谈，直接所有东西都公开来讲。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太阳的能量就会被你所启动，然后运用在你解决问题上面那你在解决问题，无论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你呢如果遇到一些挫折、一些挑战的话，都会问题不大，因为呢你有很多的学习的吉星来帮助你升级你自己，提升你的能力还有技能当你这样子去提升的时候，当你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呢就会越来越容易解决所有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啦。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候遇到的一些困境，真的不是因为那个问题有多难，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所以你是要去思考，到底自己的能力不足在哪里？那我们要怎么可以快速的去补上？那在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自己呢去补上那一个 gap， 去快点追上你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困境，它所需要的能力或技能是什么啦？属马的，在今年你就要记得，你要帮助越多人越好。那当你帮助越多人的时候，你学习就会越快，因为你帮助越多的时候，你面对的问题越复杂或者越多元化嘛，所以呢，它会驱动你去学习更快。当你学习更快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人的这个等级，你可以说好像打游戏这样子你这个人的等级就会升级的越来越快。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属马的在今年呢，有一个这样子的所谓的方程式，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让你的生活素质你的这个事业成就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些是其他生肖在今年都没有的，所以属马的今年是最有条件去 all in。all in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你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资源都投入进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呢，你的回报会非常非常的大啦。OK， 所以呢，大家记得绝对不要浪费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啦。那接下来呢，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会点击这个视频呢，一定是因为你是属马的，对吧？你在马年出生。但是在八字的概念里面，其实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生肖，我们是有4个生肖，因为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时间我们都会有一个生肖在那边它所代表我们生活里面的部分也会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年代表的是社交圈子，我们的朋友；月呢是事业，日呢是个人的感情，那时呢是我们的内心的想法，或者我们的下属、孩子，
还有所投资的资产啦。那通常啊，马月的话，就是你在6月份出生的话，你很有可能呢就是马月。那日呢，你需要看命盘，你才会懂是不是马日。那马时呢，是早上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都是我们的午时，所以我们有中午嘛，所以是午时。如果你的是出现在年份的话，它影响的是你的社交圈子，所以呢，你很有可能在你的朋友圈，你所认识的这些人里面啊，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很有可能呢，你的朋友就会成为你的老师啊，或者呢，你会认识到一些新的老师，一些可以给到你建议、一些很好的忠告的人啊，出现在你眼前啊。你要记得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去跟所有人学习。OK， 你先不要排斥，或者呢，以一种非常怀疑的心态。那另外呢，如果你需要一些贵人，生活上真的需要别人的一点帮忙的话，也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出现啦。所以呢，多去外面跟朋友喝茶啊、交流啊，很有可能呢，他们的一些建议啊、一些想法就会给到你帮助啦。那如果这个马是出现在月份的话，你需要专注的是在你的事业里面如何去帮助更多人。那如果你是打工的话，你帮助的人啊，很有可能是你的老板啊，或者你的同事。那如果你是有直接面对客户的，你在公司里面，或者你是自己创业的，你要面对的人就是客户，对吧？那你就要去思考，你如何去帮助越多的客户，你如何给到他们更多的一个价值啦。那这个价值呢，不是从你的角度去思考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价值啊，是要从客户的角度，因为你一定要给别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那你才会真的帮助到他，对吧？那如果你是什么垃圾都给别人的话，那其实你也没有帮助到对方啦。OK， 那另外啊，因为你有的这些学习的即兴，那其实呢，你在事业方面呢，你要进步，你要去提升技能的话，是会很快的。只要你花一点的时间还有心思啊去学的话，你呢在这方面呢都会突飞猛进啦。OK。好，那如果这个马是出现在日的话，它影响的是你个人感情的部分，你的伴侣通常呢可以给到你当时候需要的一些帮助呢。那你怎样得到这个帮助呢？你需要做的就是要跟他坦诚，你需要很诚实的让他知道你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啦。OK， 那你只有这样子非常公开的，就是去启动太阳的这个特质啊的时候，对方呢才会给到你一些帮助。基本上啊，多一点的诚实交流，多一点的坦诚，我会发现啊，在很多人的感情里面啊，这个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啊，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感情问题、夫妻的问题、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误会、不信任，这种信任值啊非常的低，就是因为啊，我们缺乏了这个比较诚实的交流。对很多人来说啊，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点，因为呢，你害怕对方会怎样批评你，或者呢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难道你们未来会变得更好吗？如果你有所隐瞒，或者有所谓的欺骗的话，其实呢，你们的感情啊是会走不久的。那这个太阳呢，最好的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去很认真的、诚实的去讨论这个事情了。那你不要害怕呢，它会带来什么太大的一个反击啦，因为基本上你们的今年的能量是会非常的好，
所以呢，就算你们在讨论一些真的非常不舒服的问题，你们到最后呢也会得到一个很圆满的解决方案啦。好，那如果是10出现马的话，它影响的是你内心。那在今年呢有这个太阳的话，你要做的就是非常正视你内心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呢你有的一些挑战啊，或者一些信念。那今年呢是会很好让你去公开它，或者呢去正面迎视它，去解决它的一年啊。这个太阳呢会帮助你在解决过程里面感觉没有这么辛苦啦。因为我们内心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都是收藏起来，我们有太多的阴暗面，不让这个太阳，不让所谓的这个光明啊照亮在这个地方上面的话，其实呢我们会越活越累，越活越压力，因为我们带着很多的包袱，对吧？那这个太阳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让你放下一些包袱啦。那如果对于你的孩子还有员工的话，在今年啊，你会感觉呢，他都是你的贵人呐，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啊学习到很多东西，或者呢给到你很多的启发啦。那至于投资的话，你也要去解决掉一些不那么好的投资，因为太阳呢是让你真的去承认自己的投资呢有一点失败，或者呢不那么的理想，所以呢你今年呢也是趁这个机会啊去做这个处理吧。好，那以上呢就是属马的在今年啊可以 all in 的一个情况啦。那我觉得呢，属马的真的不要浪费这么好的一年啦。那你们过去呢的运势啊都不那么理想，在今年呢终于迎来一个春天，然后呢会得到最大的一个扶持啊。那我觉得就是去冲刺的一个时候了。那在这里呢，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然后可以大富大贵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